就在10年前，马斯克说过一句话：人类生活在真实世界的概率只有不到10亿分之一。当时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名极客出身的顶级富豪充满孩子气的发言。但现如今，我们正在被降板鸭这样的魔性 AI 视频淹没得越来越深，似乎正在印证着什么。然而在佛学看来，10亿分之一那也不应存在，因为世界本身是空的，我们接触到的一切都不过是相。大家好，欢迎来到人间见禅。真假莫辨的未来。最近几个月 AI 视频的爆发式进步已经进一步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边界，比如雪山降板鸭，比如侃爷唱中文歌，比如真人版葫芦娃等等，让世界可能为虚幻的猜想已经从某种科幻走进了需要严肃思考的命题。我想对你说，你一定听过《金刚经》结尾处的这首知名的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语句真的是太优美了，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世界上一切事物如梦境，如幻觉一样抓不住，如水泡，如倒影一样得不到，如露珠，如闪电一样转瞬即逝，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关照。那么这和我们今天想讲的我们和世界真实存在的概率有什么关系呢？别急，稍等，我们会聊到。回到马斯克这边，他所说的那段话其实是模拟宇宙论，这是2001年前后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尼克·博斯特罗姆的理论，可以简单概述为：第一步，当一个文明足够先进到一定程度，就会高度模拟真实，这个几率趋近于100%。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要以为仅仅是在做一些 AI 搞笑视频，要知道在此时此刻，从华尔街到中关村，资本追捧的下一个关键词叫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就是在虚拟中去重建世界，可以用来玩游戏，可以用来训练机器人，甚至可以用来推演战争。第二步，被模拟出来的文明也可能继续去模拟新的文明，这个几率也是趋近于100%。这样一连串的嵌套无限的模拟下去，那么你和我以及我们的世界处于其中一个模拟世界的几率也几乎是100%。这就像盗梦空间中的小李子，多重梦境嵌套下去，最后自己都不敢确认我是醒着的还是还在梦中。以上关于模拟宇宙论，这当然是一个思想实验，你无法证明它是真的，但问题是你也无法证伪。不妨让我们展开想象，假如我们的存在是虚幻的，会有哪几种可能呢？有3种。第一种情况，世界是虚幻的，我们也是虚幻的。用电影来举例子，黑客帝国，主角和世界都是虚拟的。第二种情况，世界是虚幻的，但我们是真实的。还用电影来举例子，楚门的世界，主角是真实的，但世界是虚假的。第三种情况，世界是真实的，我们是虚幻的。有一部小众一些的电影《西蒙尼》，女主角是虚拟的，却在真实世界中获得了巨大成功。那么佛学是如何认为的呢？可以认为是从第3种情况最终走向了第1种情况。这个历史过程非常有趣，让我们接着聊。从我空
到法空。当佛陀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的时候，他发现了什么？娑婆世界上众生痛苦的根源，就是执着于一个我的存在。而我到底是什么？原始佛学认为，不过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暂时聚合，如露如电，转瞬即逝。而自我意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过是受到了外界信息的刺激。我们有六根作为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意，所对应的接触到的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并最终形成了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但我们见到的现实是真的现实吗？或者说只不过是一种投射？现代有一个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你一定听说过。如果我们只不过是泡在一堆营养液中的一个孤零零的大脑，所谓六根是模拟的，所谓六尘只是电信号，那六识不就信以为真了吗？黑客帝国中的光头反派边吃牛排边说，我知道这块牛排不是真的，当我把它放进嘴里，矩阵就会告诉我的大脑，它多汁又美味。9年了，你知道我想通了什么吗？无知是福。这个反派实在是厌倦了 AI 的追杀，也厌倦了又冷又破的真实，宁愿回到虚幻中。让我们回到历史，后来佛陀涅槃了，后世的修行者们都继承了无我的观点，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不真实，那世界呢？到了部派佛学时期，有一派是学术霸主，叫说一切有部。他们认为世界归根到底是真实的，也就是我空法有，组成世界的物质是真实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也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世界是虚幻的，拿什么去承载业力？拿什么来决定因果？是有些道理，也有些唯物。但如果只是学术讨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恰恰就是不打破这最后一丝执着，就会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盲点。修行者就会把心放到一个具体的存在上，可能是对禅定的沉迷，可能是对涅槃的渴望，就会堕落成法执。再后来，被称为第二佛陀的龙树诞生了。我们知道，他写了一部在佛学史上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中论》，在里面一条条的对法有的逻辑逐步拆解，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发现洋葱并没有心。当然了，这里面的概念其实挺深的，非常学术，很难一时半会说清楚。我们可以在后面有机会慢慢讲。最终龙树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很简单，很彻底，一切法皆空。世界从本质上来说也是虚幻的，用标准一点的术语，那就是空。所谓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无自性，就是没有任何东西能独立的永恒的存在。你可能会问，那刚才那个问题该怎么解释？如果世界都是虚幻的，拿什么去承载业力？拿什么来决定因果？没关系，龙树说，连这些也是空的，也就是我空法空。你也许会想，如果世界都是虚幻的，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人生又有什么意义？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
虚无主义，我们赶紧聊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为什么说龙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第一点，他系统论证了缘起性空。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诸法皆空，但他是最为系统，且是用辩证逻辑法一步步严密推导的，非常的精妙。第二点更重要，他的中论强调空有不二，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会滑向一切都没有的虚无主义，这是红尘世人最常产生的误解，在佛学中也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专门有个名称叫断灭论。这种观点非常的消极，否认因果，否认业力，不过是学术上的争论。更可怕的，如果否认一切存在的意义，人就无法生活。那空有不二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用龙树的一句偈文来阐释：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比如说火，没有独立的火能够存在，要有燃料，要有氧气，要有引火条件，才能产生火。而在整个世界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独立存在的事物，这在科学发现上也是如此。哪怕是宇宙间孤寂的黑洞，也不断通过霍金辐射来跟整个世界交换能量。我说即是空，我们说过，空并不是虚无，而是没有自性，没有独立永恒不变的属性，如同上一个火的例子。亦为是假名，在世俗中暂时相对的存在就是假名。我们要承认各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龙树的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这就是二谛论。世俗谛，世间万物都历历在目，我们必须承认。圣义谛，但从本质上来看，一切皆空。义是中道义，这就是中道修行，空有不二。这个思想是不是非常的伟大呢？当然是。在视频的开头，我们通过思想实验去猜测我们和世界虚拟的可能性，但这些猜测对与否都不重要。我们可能在哪里？可能是一台超级电脑中运行的虚拟世界，可能是科学家所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我们是多维空间在三维中的一个投影，也可能不过是神级文明的一个培养皿，甚至可能如印度神话所说的，只是毗湿奴的一场大梦。请问，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冷、热是真实的，开心、难过是真实的，被爱、被伤害也是真实的。佛学给我们的启发是要告诫自己，不必过分执着，更不必过分消极。应作如是观。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个乌龙事件，印度的科技巨头尼基亚·卡马斯上传了一段和马斯克的聊天视频，评论区的反应居然整齐划一。这个视频是 AI 生成的吧？是不是有些哭笑不得？过去我们极力去证明一段视频是 AI 生成的，未来我们会极力去证明一段视频是真实发生的。你想想看，麻烦是不是才刚刚开始？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在有生之年会不会摸到世界真实性的边界。但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道理很简单，既不要执着什么，
也不要消极对待，好好享受生活，好好认真精进，这才是懂得佛学的真正意义。最后，用龙树的八不中道来结尾，你能否懂得其中的深意呢？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谢谢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